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？有的人脖子上挂着好几万块的玉佩，手腕上戴着大师加持过的佛珠，结果晚上出门倒个垃圾都能被吓出一身病。反观乡下那些种田的阿伯，身上连个平安符都没有，半夜一个人去山上寻果园，却什么脏东西都不敢靠近他。难道真正的菩萨只保佑穷人，不保佑有钱人吗？很多人一遇到生活不顺或者身体出现奇奇怪怪的毛病，第一反应就是跑去宫庙祭改，或是花大钱买法器，钱花了不少，却一点作用都没有。其实真正的护身符根本不是花钱向外求来的，就像弘一法师说的，向外求法皆是痴汉。老天爷在造你的时候，早就把最顶级的护身符埋在你的身体里了，只是你在红尘里打滚，把它给弄丢了。今天的内容，我要告诉你佛法里不外传的底层逻辑，教你看懂身上自带菩萨护体的3个长相特征，还要传授你几招坐在沙发上就能做的微小行动。看完后不用花1毛钱，你就能把身体里沉睡的正气重新唤醒，让所有的倒霉事跟病气看到你都自动绕道走。我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我们社区的真实故事，你就懂了什么叫做身上有菩萨。去年我们社区组织去外地大庙拜拜，回程时已经是大半夜了，结果运气不好，游览车偏偏在一条偏僻的荒山小路抛锚了，而路边正好是一大片没路灯的公墓。当时车上的冷气停了，四周黑漆漆的，风一吹，树影婆娑。同车有2位阿姨，其中一位林阿姨平时特别讲究，那天她脖子上挂着好几万块的极品天珠，可是一遇到这种阴森的突发状况，林阿姨吓得浑身发抖，冷汗直冒，连眼睛都不敢睁开。好不容易接驳车来了，平安回家后，她连续好几天做噩梦，心神不宁，最后还得跑去宫庙里花钱请人收金祭改。但是坐在她旁边的王阿姨身上什么名贵的护身符都没带，穿得简简单单，面对车外黑漆漆的坟地，她心里没有恐惧，只是安静地坐在位置上，默默地在心里念着南无阿弥陀佛，把善念回向给外面的无形众生。回到家，他照样吃得下睡得着，心里一片平静。这是为什么？佛法讲万法唯心造，林阿姨虽然带满了法器，但她的内心是恐惧的，她向外攀求，这在佛法里叫心随境转，外在的磁场一乱，她的心就垮了。而王阿姨，她心里有佛号，有定力，这叫境随心转。真正的护体神光，从来不是外在的物件，而是佛家说的自信清净心与正念。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地点，同样面对所谓的惊吓与晦气，为什么一个被吓得心神不宁，另一个却像没事一样？佛经里有一句话讲得清清楚楚，心定则魔伏。那些所谓的脏东西、倒霉事，甚至是现在流行的各种厉害的病毒，看到你都要绕道走，绝对不是因为你带了什么名贵的装饰，而是因为他们怕被你心中的正念之光给照破。身上有菩萨跟着的人，用佛学的话来说，就是3个字：正念足。你的正念就是你累世修来的业力磁场，是你自信里透出来的纯阳之气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可能会问，我怎么知道我身体里的这股正气烧得旺不旺呢？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菩萨护体？佛家讲相由心生，相不只看脸，也由你的5脏6腑来生。一个内心强大、有菩萨护体的人，他的外貌上一定会有特殊的表现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。身上有菩萨的人，通常有3处比别人大，这3个地方的大，
绝对不是简简单单尺寸上的大，它代表的是你生命能量的格局，是你为人处事的境界，还有你这辈子福报的巨大储备。第一处大，耳朵大，先天之本，定力之源。这第一个地方也是最容易一眼看出来的，就是耳朵。佛家楞严经里有一门极高的修行境界，叫做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。大家有空去庙里拜拜，做早晚课的时候，不管是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，还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大家不妨仔细看那一尊尊庄严的佛像，那个耳垂是不是大的都要垂到肩膀上了？那可不是以前的木雕师傅或泥塑工匠为了好看随便捏的。在佛教造像学里，这代表的是福德圆满，法力无边；而在中医和修行人的眼里，这代表的就是一个人精气神达到了极度的充盈状态。什么样的耳朵才叫大？我不光说拿尺量出来的尺寸大，我讲的是气象大。第一，耳垂要厚，摸上去得像那个刚从蒸笼里拿出来的白馒头一样，肉乎乎、软软的。这在佛家叫善根深厚，福慧具足。第二，耳门要宽，就是耳朵眼那个地方得宽敞。耳门宽大的人，代表这人心胸宽广，听得进别人的逆耳忠言，心里能藏得住事，不会到处搬弄是非。第三，颜色要润，不能是干枯、暗沉，甚至焦黑的，得是有光泽、白里透红的。为什么说这种耳朵大、肾气足的人，连鬼神都不敢靠近？我给大家讲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反面教材，你就懂了。我以前遇过一位退休的陈阿伯，他以前是个公务员，日子过得很平顺。有一天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看他那个面相，心里就咯噔了一下。这位阿伯长得怎么样呢？耳朵极薄，薄得像张纸，如果你拿个手电筒在后面照，对着光甚至能透过去。而且他的耳廓很不分明，皱皱巴巴的，像是缩在一起。整个脸色也是黑黑暗暗的，像是好几天没洗脸一样，一点光泽都没有。他坐在那里，双腿一直抖，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我最近实在太倒霉了，我每天都睡不着，连想死的心都有了。”我问他发生什么事，原来啊，他前阵子一个人在家，接到一通诈骗电话，对方假冒检察官，口气很凶地吓唬他说，他的健保卡被盗用，现在涉嫌跨国洗钱案，如果不马上把账户里的钱转到国家安全账户里监管，明天就要派警察来抓他去关。这位陈阿伯平时就胆小怕事，一听这话，吓得三魂七魄都飞了，手心直冒冷汗，完全失去思考能力了。人家在电话里怎么指示，他就乖乖拿着存折印章，抖着手去邮局，准备把辛辛苦苦存了一辈子的劳保退休金全部转给诈骗集团。还好当时遇到一位非常机警的邮局柜台人员，看他神色不对，死活拦着他不让他汇款，还帮忙报了警，这才保住了老本。他事后坐在我面前，余悸犹存地对我说，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就像被鬼迷了心窍一样，人家说什么我就信什么，我怎么会那么傻啊？诸位，这不叫鬼迷心窍，这在佛家叫做业障复兴，无明生惧。佛家讲业力，很多时候无端的恐惧、不理智的惊慌，就是偷走你福报的最大业力。佛法讲，人的恐惧来源于贪嗔痴三毒中的痴与无明。当你心里没有正知正见，你的胆子是最小的，一点风吹草动，楼上掉个东西，或者晚上巷子里一声狗叫，都能把他吓出一身冷汗。佛经里有一句话叫
性为道源功德母，这个性就是你修行人的金刚意志。你想想，那些诈骗集团，还有民间传说里那些所谓的脏东西、冤亲债主，最喜欢找哪种人下手？就是找陈阿伯这种气虚的人。因为你气虚，你好吓唬，你意志力薄弱，别人只要稍微施加一点压力，你的心理防线瞬间就崩塌了，你的能量场破了一个大洞，不好的东西当然全部涌进来。反过来，我们看看那些耳大垂厚、修行有素的人，这种人你一看他坐在那里稳如泰山，因为他底气足，骨头硬，脊梁骨是挺直的，他脑子清楚，定力高，有着佛家说的般若智慧。如果诈骗集团打电话给这种人，他耳门宽大，他听得进去对方说什么，但他脑子里的智慧网能瞬间过滤出真假。他心里一转，你骗谁呢？我清清白白，怕你个假警察。啪，电话就挂了。如果这种人晚上走夜路，碰见什么怪声怪影，他气足，胆气就壮。他心里会想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平时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，你敢惹我？佛教里有一个很美的词，叫做无畏施，也就是把不害怕的力量布施给众生。观世音菩萨又被称为施无畏者。一个底气足、耳朵大的人，他身上自带一股强盛的阳气，就像一个几万伏特的高压电场。阴邪的东西碰到这种高压电，躲都来不及，哪敢往上凑？他不但自己不怕，还能保护身边的家人不怕。所以老一辈常说耳大有福。这个福不是说你天天躺在家里，天上就会掉下来金币的馅饼。这个福是你身体底子好，是你面对无常危机，面对生老病死时，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定力。这就叫耳大者必有智，肾强者必有威。听到这里，有些朋友可能会摸摸自己的耳朵，开始紧张了。哎呀，我天生耳朵就小，一点耳垂都没有，我是不是注定要倒霉，注定这辈子都胆小怕事？当然不是。佛家讲命由己造，福自己求，中医也讲后天可补。我们讲人定胜天，先天的不足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修行，行善积德来补足。影片的最后面，我会教大家一套专门强肾固耳的方法。就算你现在已经60岁、70岁了，照样能把身体里的正气提起来，让菩萨常伴你左右。我们先把心安下来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这第二个大是什么。第二处大，嘴巴大，后天之本，运化之门。如果说耳朵大，代表的是你先天带来的电池容量足，那这第二个地方就代表你这辈子后天的能量输出，以及你转化福报的能力。这个地方就是嘴巴。俗话说，嘴大吃四方，但很多人只知道吃，却不知道这里面藏着一个驱邪避凶、改变命运的大秘密。你可能听过老一辈人讲，男人嘴大吃四方，女人嘴大吃穷郎。我告诉诸位，这句话只讲对了一半，后面那句女人嘴大吃穷郎，完全是过去农业社会重男轻女的旧观念，大家千万别信。在相学、中医学以及修行的最高境界里，不管男女，只要嘴巴大，而且嘴角微微上扬，那都是1等1的好相，那是真正的菩萨相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佛法讲口业，佛陀更具有粗广长舌相。嘴巴是什么？那是我们后天造作善恶业的大门，是你把俗世烦恼转化为菩提智慧的修行道场。所谓的口大，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吞吐能力和运化能力。
这种人不仅胃口好，能消化食物，在生活里更是气量大，能包容委屈，能消化烦恼。我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我们传统大市场里两位阿姨的真实对比。这是一个苦瓜嘴与一张弥勒嘴的故事。在我们常去买菜的那个热闹市场里，有一位卖干货的阿姨，她卖些香菇、虾米、木耳之类的。这位阿姨年轻时长得很清秀，嘴巴小小的，樱桃小口，说话轻声细语的。但是呢，她最近几年没出来摆摊了。为什么？她得了乳癌，而且治好没几年，最近又复发了。另外一位呢，是市场附近大庙里的环保志工阿姨，长得普普通通，身材有点胖胖的，但那个嘴巴特别大，一笑起来简直能咧到耳根子去，说话声音像洪钟一样，大老远就能听见她爽朗的笑声。这位志工阿姨每天跟那些回收的保特瓶、废纸箱混在一起，又脏又累，但她身体壮得像头牛，健保卡一年用不到2次，连感冒都很少的。为什么差别这么大？那位卖干货的阿姨平时坐在摊位上，那张小嘴总是紧紧抿着，嘴角往下掉，就像一艘翻过来的小船。乡学上把这叫做覆舟口。她心里装满了委屈和抱怨，天天跟隔壁摊贩抱怨媳妇不懂事，不帮忙做家事，抱怨老公下班只会看电视，不体贴，抱怨现在经济不景气，生意难做。但他这些话很多时候都是闷在心里生闷气，越想越呕。这在佛法里叫无明火起，嗔心蔽体。佛家说，起心动念皆是业，这些散不出去的怨气、怒气就成了业力结界，死死地憋在身体里。每天钻牛角尖，你的脾胃运化功能先坏了，心念一坏，身体里的能量就全堵住了。执念与怨气结在一起，结在胸口，久而久之，那不就是肿块，不就是肿瘤吗？你说这种人身上哪里还有光？他的磁场全是被无明烦恼笼罩的阴霾，那些倒霉的事、生病的事，自然就专门找他这种阴暗的磁场。再看看那位环保志工阿姨，她整天在庙里帮忙做资源回收，有时候还会遇到态度不好的路人乱丢垃圾，但她总是笑脸迎人。她嘴大，而且嘴角天生上扬，这代表她的底气极其厚实，心宽体胖，不爱计较。佛家讲的忍辱波罗蜜，她虽然不懂那些高深的佛学名词，但她每天都在实践。最重要的是，她爱笑，而且是张开大嘴哈哈大笑。这里面有一个极其深刻的医理，也是佛法的奥秘。笑是人体最强的阳气爆发。你们现在可以试着做一下。当你张大嘴巴哈哈大笑的时候，你的胸腔是不是完全打开的？你的肚子是不是在用力？那一瞬间，你体内的阳气是喷薄而出的，郁结在胸口的闷气瞬间就被冲散了。民间常说鬼怕恶人，其实不对，阴邪之气更怕的是快乐的人，是充满喜悦的人。那些晦气、病气，本质上就是一团阴寒的磁场。他们最喜欢阴暗、潮湿、压抑的角落。那个整天愁眉苦脸的干货阿姨，她的身体内部就是一个长满壁癌的潮湿地下室，病痛最喜欢附着在那里。而那位嘴大长笑的志工阿姨，她的身体就像是正中午艳阳高照的广场一样，她那一笑就像是阳光普照，什么阴气、晦气瞬间就灰飞烟灭了。大家去庙里一定看过那尊大肚弥勒菩萨，他是不是典型的大嘴大肚？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口便笑，笑世间可笑之人。这不仅仅是长相，这是绝佳的风水。
更是最高级的修行。一张大嘴代表的是口德和气场，你每开怀大笑一次，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做了一次能量的大扫除。你每说一句宽慰别人的好话，你的嘴边就多开了一朵清净的莲花。如果你天生嘴巴比较小，也没关系，关键在于张开和上扬。从今天开始，别老是紧紧抿着嘴，把嘴角提起来，多笑，多赞美别人，那欢喜菩萨自然就愿意天天跟着你。第三处大，心大，君主之官，神明之所。各位，前面讲的两处大，耳大，口大，那都是长在脸上，看得见，摸得着的。但这第三处大，它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却比什么都重要。它是前两个大的统帅。这第三处就是心大，因为这里住着人体的君主，住着真正的神明。俗话说，宰相肚里能撑船。但我这里说的心大，不是要你当宰相，而是教你怎么在红尘里做一尊菩萨。为什么心大的人连阎罗王都觉得难收？华严经里有一句千古名言，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。心就是我们这个身体里的皇帝。如果这个皇帝每天惶惶不可终日，爱钻牛角尖，爱猜忌，动不动就为了儿女的成绩发火，或者动不动就为了未知的疾病吓得哆哆嗦嗦，那你觉得这个国家，也就是你的身体，还能好吗？绝对会天下大乱。癌细胞是什么？癌细胞就是你身体里造反的乱臣贼子。反过来，如果这个皇帝心大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宽宏大量，凡事看得很开，那底下就算有几个小病毒、小细菌想要作乱，皇帝根本都不用亲自出手，体内浩然的正气自然就把他们给安抚或消灭了。我讲一个发生在北部某医学中心里的真实案例，非常震撼。你听完就懂，什么叫做心大能保命，什么叫做放下我执。有两位年纪相仿的病人，同时被诊断出肝癌晚期，西医那边看了断层扫描都摇头了，说大概只剩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。第一位病人是个刚退休的高阶主管，他学历很高，书读得多，心眼也真的多，真的细。生病之后，他每天拿着厚厚一叠抽血报告、健检数据，戴着老花眼镜，整天在网络上查医学期刊资料。他每天都在盯着那个癌症指数看，今天高了 0.1， 他就吃不下饭，明天低了 0.2， 他就高兴个半天。他每天都在琢磨自己身体哪里不舒服。如果来探病的朋友无意中说一句，哎呀，你今天气色好像比较暗哦，他能回去躺在床上琢磨一整晚，吓得整夜睡不着，觉得自己是不是大限将至了。他的心原本就小，现在更是被那个病给完全填满了，根本还没到3个月，才2个月左右，他就走了。他是被癌症病死的吗？西医或许说是，但从中医跟修行的角度来看，很大一部分他是被自己吓死的，是被他那颗狭隘、惊恐、极端执着于肉身的心给困死的。第二个病人呢，是个在南部乡下种芭乐的阿伯。这阿伯大字不识几个，听医生说病情很严重，没救了，他也没有呼天抢地，他就豁达地笑着对医生说，好啦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也抱过孙子了，不怕死了，这都是命，医生，你就给我开点药，让我别太痛，舒服点就好，剩下的交给老天爷吧。他办了出院手续，回到乡下以后，把该交代的事情跟儿子交代清楚，把存折密码讲好，心里也就没什么牵挂了。他也不去想什么癌症指数了，天天跑到村口的大榕树下
跟老朋友泡老人茶，开讲，下象棋，甚至下午精神好的时候，还跑去他的芭乐园里拔拔草。他完完全全忘了自己是个癌症晚期的病人。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3个月过去了，他没事；半年过去了，他还在下棋；1年过去了，他气色反而变好了。有一天，儿子带他回大医院追踪，医生看着屏幕吓了一大跳，那个原本要他命的恶性极强的大肿瘤，居然变小了，而且边缘钙化了，变成了一块没有活力的死石头，不再长大，也不再扩散了。这老人家救命的法宝是什么？不是什么几百万的药物，而是他那颗不在乎、随遇而安的大心脏。诸位，这在佛法与修行里是有着极高深道理的。这叫做放下我执，心性本净。癌症、肿瘤、阴邪这些东西在属性上都属于阴，属于寒。当一个人豁达、欢喜，不再死死抓住肉身不放的时候，他的心火就是自信清净心所发出的般若之光，就像天上的太阳，烈日当空。你想想，在正中午的烈日底下，冰块能存在吗？因为他恐惧、忧虑。佛家讲，这是被无明烦恼所困。忧则气结，恐则气下。他的心火被恐惧的寒水给浇灭了，心火一灭，身体里变成了冰天雪地，那正是癌细胞最喜欢疯狂繁殖的温床。而那位种芭乐的阿伯，他心大，他不害怕，他把生死看淡，他的心火一直烧得旺旺的，这股浩然正向的阳气硬生生把那个阴寒的肿瘤给炼化了。除了面对生老病死的大关卡，在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柴米油盐的生活里，这颗心有多大，你身上的菩萨光环就有多亮。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就发生在社区里的真实故事。大家平时去逛早市或者在社区公园散步，一定常看到这样的人。我们社区里有2位年过60的阿嬷，秀兰阿嬷与淑芬阿嬷，2人都是老街坊，平时也都说自己虔诚的在学佛，但他们在心上的修为，却导致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晚年生活与健康状态。秀兰阿嬷每天去大庙上香，手里盘着名贵的沉香佛珠，群组里准时转发早安图，但一回家，心念马上变了。看媳妇假日睡晚了，他心里起无明火，在厨房弄出大声响，暗自埋怨媳妇不孝。去早市买菜，为了摊贩葱给不够，能跟人计较半天，气呼呼回家。孙子滑手机不理他，他成天跟街坊抱怨自己命苦，像家里的免费佣人。在佛法里，这就叫做我执太重，满心都是怨憎会苦与求不得苦。他虽每天拜佛，心量却像细小针眼，凡事只凭自己的情绪，长期处在嗔恨的阴暗中，身体接连出状况。起初是严重失眠，后来长了皮蛇，痛得整夜打滚吃药也治不好。这就是业病，委屈如同毒蛇缠绕心头，无名怒火化为毒素，病痛自然找上门，再名贵的法器也挡不住。反观淑芬阿嬷，身上没名贵法器，去庙里只做低调洗碗的志工。她同样跟儿媳同住带孙，遇媳妇睡到中午，她想，年轻人上班压力大，多睡是福气，她多睡点，我正好落得清闲，在阳台念一部普门品回向给全家。媳妇叫外卖披萨，她笑眯眯跟着吃，念叨着，科技真方便，不用流汗就有美食吃。感恩煮饭和送饭的人，遇到孙子调皮，他不生气，当成小菩萨考验自己的忍辱波罗蜜。买菜被少找5块钱，他不计较，默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当作水洗布施。他
他的心就像佛经里说的心包太虚，凡事随喜赞叹。结果呢，他每天倒头就睡，极少感冒，满脸光泽慈祥，社区小孩都爱黏他，连流浪狗看到他都会乖乖摇尾巴。很多长辈感叹操劳，一辈子得不到儿女体谅，其实根源都在这颗心。佛陀教导我们要降服其心，降服那个爱计较的小我，把心放宽，放下执着，把儿媳当成共修道友，把带孙当成积累福报。当不再死盯失去的5块钱，那一刻心里的枷锁就碎裂了，心无挂碍，无有恐怖。所有的病气与晦气，在这样慈悲开阔的大心面前，瞬间就被彻底超度了。鬼神最怕什么人？佛家说，鬼神最怕无漏之人。什么叫无漏？如果你心眼小，爱生气，爱记仇，别人一句无心的话，你记恨10年，你爱贪小便宜，爱担忧害怕，这些所有的执着，就是你心灵上的缝隙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业障不找无漏的人。老祖宗留下一首诗，讲得极好。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汝心头。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。真正的菩萨不在那金碧辉煌的庙里，就在你自己的5脏6腑里。所谓的身上有菩萨跟着，也就是3个字：正气足。修身体的耳大是加固地基，让自己定得住；修包容的口大是广结善缘，让自己通得顺；修境界的心大是点亮心灯，让自己看得透。当你这3点都做到了，你自己就是一尊活菩萨。你走到哪里，哪里的风水就变好。听到这里，可能很多朋友在屏幕前摸着自己的脸，心里开始犯嘀咕：哎呀，我摸了摸自己的耳朵，又薄又小，年轻时候还长耳鸣，我也知道要多笑，但我家里一堆破事，我心里苦啊，真的笑不出来。晚上躺到床上，脑子里就胡思乱想，想着退休金够不够，想着孙子不乖，根本睡不着。我是不是没救了？诸位千万别灰心，佛法讲不离世间绝，中医讲后天可补，先天给的牌如果不好，我们后天凭着智慧把它打好就行了。今天我把几十年来总结的精华揉碎了，教大家4个非常简单，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坐在沙发上跟着做的微小行动。只要你每天坚持跟着做，就能把身上的正能量提起来，唤醒你内在的菩萨。第1招，明天鼓，唤醒你的底气，破除恐惧。这招是道家几千年传下来的养生功法，专门用来补脑、固肾气。怎么做呢？找张有靠背的椅子坐好，背挺直，把你的2只手掌心，也就是劳宫穴的位置，紧紧地捂住2只耳朵，捂严实了，不要漏气。这时候你的手指头会自然放在后脑勺上，接着用你的食指叠在中指上，用力往下一弹，敲打你的后脑勺，大约是玉枕穴的位置。这时候你的脑子里会听到咚咚的沉闷声音，就像在敲大鼓一样，这就叫明天鼓。每天早上起床或者晚上睡觉前敲个24下，你这一敲，震动波直接传导到大脑，把沉睡的能量震醒，底气一足，胆子就大，面对无常的定力就出来了。第2招，呼字诀，吐出脾胃的穷气与病气。很多人爱抱怨气色暗沉，是因为身体里卡了太多排不出去的湿气与怨气。我们来做个动作，找个空气流通的地方，站着或坐着都可以，把嘴巴嘟起来，就像你准备去吹灭一根蜡烛那个样子，这叫搓口如管。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地吐出来，
嘴里发出呼的声音，声音不用大，但要深长，意念很重要。你在吐气的时候，脑子里要想住，把你心里的那些委屈、烦恼，身体里的浊气，像黑烟一样，通通吐出去了。大家可以跟着我连续做6次，气一通，堵在胸口的那个怨气结就散了，嘴角自然就轻松上扬了。第3招，停顿3秒法，修口德，转变业力磁场。很多人的福气都是从嘴巴里漏掉的。遇到不顺眼的事，张嘴就骂。佛家讲正语，你每抱怨一次，就像往天上吐口水，最后还是掉在自己脸上。给自己定个规矩，从今天开始，凡是想说负面话、想骂人的时候，强迫自己停顿3秒钟，把话咽下去，然后换一句话说。比如，本来想骂这媳妇真笨，地都扫不干净，停3秒，换成年轻人还在学，我来提点他一下就好。这叫转念。言语是有能量的咒语，当你强行把恶言转成善语时，你就在改变你周围的风水磁场。第4招，安神法，睡前观心，引火归元，晚上睡不着，翻来覆去像煎鱼一样，这在中医叫心火不降，神不守舍。这招专门用来收摄心神。躺在床上，全身放松，伸出双手，手心叠在一起，男左手在下，女右手在下，轻轻捂在你的肚脐眼上。肚脐，这是你生命最初的根蒂。闭上眼睛，什么都别想，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手心捂着的肚脐上，想象那里有一团暖洋洋的小太阳。慢慢吸气，肚子微微鼓起，慢慢吐气，肚子瘪下去。如果脑子又跑去想明天要买什么菜，要缴什么费，马上把念头拉回来，告诉自己守住这颗小太阳，这能强行把飘在头顶的杂念往下拉到丹田，心里的燥气瞬间就没了，你不知不觉就会进入深层的睡眠。睡好了，正念足了，第2天你就是那个无所畏惧的金刚。讲到这里，影片也接近尾声了，我最后要送大家一句话，这句话比所有的名贵药材，比所有的天珠玉佩都还要珍贵，那就是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大家千万别觉得这是老掉牙的话，在修行跟佛学的境界里，这就是最高级的气机流转。弘一法师一生清修，他常教导世人要懂得惜福与结善缘。为什么我们常说利他其实就是最大的利己？你想想看，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当你对别人释放出善意的时候，你的心里是不是暖暖的？你的嘴角是不是自然上扬的？你的心胸是不是瞬间变得开阔了？那一瞬间，你身上的阳气就是最旺盛的，这就是最好的养生。相反的，当你去算计别人，去嫉妒别人，或者在背后抱怨连连的时候，你的心是紧缩的，是冰冷的，是充满阴暗的。你自己先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阴暗的磁场，把福气都赶跑了，那你不得病，谁得病呢？所以啊，真正的菩萨从来都不是庙里那些泥塑木雕的佛像，而是你自己那一颗慈悲柔软的心。当你看到路边的流浪猫狗，舍得给它一口水喝；当你看到邻居长辈提重物，愿意顺手帮忙推一把；当你听到别人说错话，甚至得罪你的时候，你只是笑一笑，不去计较。就在那一个当下，你自己就是一尊活菩萨，你的身上就在发光。这道光不只能照亮别人，更能温暖你自己，把你身体里那些陈年积累的阴霾、病气照得干干净净。
人这一辈子在红尘里摸爬滚打，修到最后，修的其实就是这副皮囊里的一口气。这口气正了，你的磁场就对了，你的命自然也就跟着顺了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把几十年来体悟到的心血都揉碎了讲给大家听。我不图什么，只图能帮屏幕前的你把身心养好，把心里的结给彻底打开。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些话听进心坎里了，对您有那么一点点启发，我想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一个小动作，请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2个字接福，或者留下一句对他人的善言祝福，比如说愿大家身体健康，愿世间没有病痛，愿全天下的父母平安长寿。千万别小看这短短的一句留言哦。佛家说，语言是有能量的，是一颗善的种子。当我们在频道的留言区汇聚了成千上万条善意的祝福时，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正向起伏能量场。每一位在这里留下善念的朋友，都能沾到这份强大的喜气，也都能得到这份众人的加持与护佑。相逢即是结缘。如果您觉得这个频道能为您的生活带来一点平静与力量，欢迎您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把这份善念与智慧留在您的播放列表里。我们结一个长久的善缘，让正能量持续陪伴您每一天。愿大家耳聪目明听佳音，笑口常开迎百福，心包太虚纳乾坤。祝福您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阿弥陀佛。